美国单方面对华芯片战争结束了，接下来是中美技术的消耗战，这是一场持久战，而中国最擅长打的就是持久战。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中国反击第一枪，美国人发现对华政策不管用了，想要改已来不及。确保美国世界领先优势，保持中国的长期落后，这是美国对华芯片战争的核心目标。这么多年来，美国一直在围绕这个核心目标，对中国半导体领域以及一切高新技术领域进行各种形式的封锁和围堵。说实话呀，美国政策的对华攻击性很强，效果也肯定是有的。至少美国成功地让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实现高端技术领域突破的道路变得难走了很多很多。但注意，只是难走，不是不能走，也不是走不下去，这个概念不能混淆了。但今天美国没有想到，中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打响了芯片战争反击的第一枪。这一枪振聋发聩，整个国际社会都听到了，那就是中国对美国半导体企业美光公司产品的全面禁售。对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就不展开讲了，相信大家这2天已经了解不少。我想说的是，通过这件事，美国人已经意识到大事不妙了。是的，中国这次反击不仅引起了国内的讨论，在国外，在整个国际社会上，中国此举同样发出了巨大的声响，是美国无论如何都无法掩盖的。美国外交官新闻网站将中国制裁美光定义为一次复仇行动，虽然听起来存在意识形态色彩，但仍旧承认了中国此举的意义所在。中国传递出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在半导体领域，在高新技术领域，美国及其盟友无法轻易地绕过中国市场，如果硬要绕过，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换句话说，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芯片战争已经失败了，中国反击只是一个里程碑。事实上，国际社会的大趋势很早就预示了美国的失败，原因有2点：其一，中国半导体企业正在逆流而上，在中国相关部门对美光发起调查之前，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就获得了来自政府资助的19亿美元计划，并且通过各种大资金等国家资助项目以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倾斜，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围堵而停止，反而美国的所作所为更加激发了中国摆脱外界依赖的发展雄心。全面禁售美光产品，损失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其二，也是我前面提到的，美国及其盟友甚至无法绕开中国市场，也无法承受失去中国市场的损失。今天的韩国对美日已经如此卑躬屈膝了，但仍然对美国不允许韩国在中国市场取代美国的要求态度冷淡。美国要求德国加入对华芯片制裁，最后却惨遭德国政府打脸，证实没有任何相关计划。从最新进展来看，整个西方都在想办法扩大中国市场，其中不乏美国、荷兰等半导体巨头企业寻求对华销售额的增加。还记得我开头说的美国对华芯片战争的核心目标吗？保持美国优势，维持中国落后。很显然，美国没有做到，同时再也无法做到了。美国失败了，对华政策不管用了。现在美国人认为要重新改变，但还来得及吗？现实是，美国所谓的对华芯片战争的阶段已经彻底结束了。接下来的是中美技术消耗战，是一场长期的持久战，而中国最擅长打的就是持久战。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